家伙让拉香在路，很多路都是你真正简单能打。这你东跟这两是这你记得个老王家呢，看到这边在我马人们都听了。如做跟那个就打这样了，正常跟踪，不得这种你们没记着的。马人们在跟着那个今年正在打的呢，等你打枪是听的不用的人都在听。知道这你见证当了没事的叫那懒得的，最多的接近天肉我是的记到有的门的是，把他当就让人当了，路途不必那瓦记得说了，让接近不做的那你没讲，让你们进步那边。把个的我们zan都什么都东巴的街讲老乡在的路。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上次我们就讲了这个最基础的课，也就是说讲了这个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这个是针对刚刚学佛的人而言的，但是呢，虽然是学佛学了很长时间，还没有真正的入门的人，也需要这个生存的方式和这个意义要分清楚，这个相当重要。上次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些世间人，还有呢，在学佛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的人，就生存的意义跟这个生存的方式这两个呢没有分清楚。除了生存的方法吃喝玩乐以外，没有什么生存的意义，从来也没有去考虑过什么生存的意义。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生存的意义，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这就是生存的意义。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什么生存的意义了。那样子的话，我们永远也学不到真正的佛。所谓的学佛也都是一些形式上的学佛，不是真正的学佛。所以这两个要分清楚。那分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工作还有很多家庭的事等等，就作为这个生存的一种方式。那么生存的这个意义呢，另外我们再就去寻找，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这个人生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我们要去选择一个生存的意义那选择什么呢？比如说挣很多钱这个金钱值不值得作为我们的生存的意义金钱可不可以作为我们的终极的益处或者是人生的目标值不值得不值得然后呢还有这些世间的名利等等等等，有很多这些也就是刚才我们这样子详细的思维的话，这些当中也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够作为我们的生存的意义的没有这样子。那没有这样子的话，我们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式不分的话，除了生存的方式以外，没有生存的那个意义的话，目标的话也不行那这些实践的这些所有都不能作为我们生存意义的话，那这个生存的意义我们怎么样去找？那就是唯一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求解脱。求解脱就是这个发出离心，发起出离心，求解脱。自从发了出离心以后我们就开始
我上次说了，也不是我说了，佛说了，佛说所有众生都是往前走的，那这个修解脱的人是要往回走，那往前和往回的这个差别界限，我们就是要这个划清楚那什么是往前，什么是往后呢？没有出离心就是往前有出离心就是往后这是很重要。但是这个我们上次讲了，我今天也就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课程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讲什么呢？也讲一个最基础的，讲一个最简单的也许你们很多人就会有点失望今天会不会讲什么密法呀、大圆满等等等等，不讲了又讲出离心了，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出离心都已经听烦了又是出离心，没有什么值得听的。但是这个出离心，我认为这个出离心对我们来说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来说比任何修法还重要。菩提心的话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空性的修法、大圆满的修法是不是不那么重要呢？当然是重要。但是任何一个事情都有过程任何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按照它的程序过程这样子去做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成就。这个程序这个次第就乱套了以后就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个世间的所有事情都是这样，那佛法修法也就不例外。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个基础有必要还要巩固或者是甚至有些人根本没有打好基础那根本没有打好基础的话，这就不存在什么巩固不巩固，根本就没有基础了。这样子的话，我认为这个出离心我们还是要反反复复讲难道讲了就会有出离心吗？不是讲了以后你们要去修。当我们出离心和菩提心基本上有了以后这个有没有不是别让其他人去判断就是我们自己判断，自己认为我的出离心就差不多了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讲其他的法。那这样子的时候讲其他的，这个时候我们讲其他法的话修法进一步的提升这个修法的话，那就是会有收获。现在我们讲比如说讲这个大圆满讲这个密宗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什么收获。所以我们的讲法和这个听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有一点进步，有一点收获就所以讲。但是没有这些收获的话，那就我们讲太多的就没有用了，那没有必要讲太多的，没有必要讲那么多。这样子的话，我今天也准备讲一些基础的知识，也是一种知识，还不是一个修法那这个叫什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课的题目是什么呢？如何做居士？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居士我想我们讲一讲这个课题，怎么样去做一个标准的居士为什么要讲这个课程呢？你们也许认为这个很简单，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居士，这个很简单，我就是居士，我居士都做了10年了、15年了、7年了、8年了，这个还有什么讲的？你们也许这样子认为但是你做居士当居士当了5年、10年、8年，那实际上有没有当了标准的居士，这就不好说了。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讲一讲这个
如何当居士。首先我们说什么叫做居士，什么叫做居士？在梵文里面呢，这个居士叫做乌巴斯卡，那翻译中文以后呢，我看了一下那个中文的翻译中文翻了以后呢，翻译里面它有2种翻译，有旧的翻译和新的翻译。那新的翻译就是跟我们的这个音是差不多的。梵文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乌巴斯卡，中文里面就是巫婆娑伽，实际上都一样的乌巴斯卡。那乌巴斯卡的意思是什么呢？乌巴是什么呢？乌巴就是精勤或者是接近接近或者是恭敬，一个这样子的意思。那斯嘎，欧巴斯嘎，斯嘎就是什么？斯嘎的意思就是山野、山发、山那中文翻译了以后呢，就叫做清净山清净寺实业的事。清净寺这个寺的意思就是是的意思就是本来这个食就是食物它有很多食业事物的这个是它的那意思就是很广，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指的是山法山食。那叫居士的意思就是接近精亲山法这个意思，精亲山法。那这里的山法究竟是什么？究竟是阿罗汉？当然是小乘的观点来看这个是阿罗汉。那居士就是精亲阿罗汉他还没有阿罗汉，还不是阿罗汉，但是是一个预备的阿罗汉，这样的意思。预备的阿罗汉就是以这个阿罗汉已经是很亲近、很接近的这样子的意思。那就是你们应该是预备的这个阿罗汉但是预备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还得要看一看这个够不够标准够不够这个资格。如果是一个资格的居士的话，那就是一个预备的阿罗汉精勤靠近这个意思。那这样子的阿罗汉，这个预备的阿罗汉，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就简单的说3个方面。第一个是那个居士的见解，第二个是居士的修行，第三就是居士的行为。可以从这3个方面描述见解、修法、行为。然后有了见解，有了修法，有了行为以后呢，自然就是有了果但是我们今天果就不讲了小乘的话，这个果就是阿罗汉大乘的话当然是果就是佛了，成佛了。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讲，我们简单的讲居士的见解、修法这个行为，就是在这3个方面简单的说。那第一个居士的见解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分3个这个层次，3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最低层的这个见解是什么？需要有这个时间的正确观，时间正见。这个叫做佛教里面呢，这叫做时间的正见。时间的正见是什么呢？时间人的正确的见解叫做时间的正见。时间人的正确的见解那时间人的正确的见解是什么呢？它有2点第一个呢，身心轮回，身心轮回前世后世的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生心因果。生心因果就这2个叫做世间的正见。世俗人就是需要有这2个
这两个见解。如果有这两个见解的话呢，是从见解的方面说，一个居士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这个见解。如果有了这个世俗的正见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见解方面呢，已经就标准了，已经标准了但是这个是最低层。佛也说了，任何人有这样子的世间的正见的话，这个人在前世当中不堕恶趣。前世就现在就是我们的第一世了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样子。前世当中绝不会堕恶趣，如果有这个正见，这是佛亲口说，所以是一个很重要，也就是一个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修行见解的基础。这叫做世间的正见。第一个这个轮回，生命轮回。生命轮回是一个佛教的特点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提到过，但是没有像佛教那么完整的这个学说，没有像佛教那么完整这轮回方面呢。所以这个轮回身心轮回是第一个第一点。身心这个轮回方面我们就不多讲，因为以前我们没有专题的讲过轮回，但是也有这个前世今生方面的有很多书你们可以看这些书。简单的说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轮回。轮回当我们人死了以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从外表上看人死了就是一个尸体，那就没有呼吸没有这个心脏的跳动，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比如说国际上的医学的这个死亡的那个判断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就心脏不跳动了没有脉搏了没有呼吸了就是这些。但是这些呢，就是从佛教的观点看，就是一个最初步的一个死亡的阶段还不是真正的死亡，最初步的。只是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人呼吸心跳这些都看得见死了以后呢，他死亡的初步的最开始的时候就首先消失这些东西看不见了，但是实际上他还没有死亡有些人就这些心跳停止了以后还有可以2天3天4天这样子都有。就医学上认为这个死了以后就几分钟以后就大脑的细胞死了以后人就没有办法再活了。但是这个说法已经被推翻了。谁推翻的呢？不是一个人辩论推翻的，一个现实的东西来推翻，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比如说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呢？让自然界或者是让这个物质让它自己说话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那让他自己说话，怎么样让他自己说话呢？很多人死了以后2天了3天了又醒过来。当然医学上的那些所有的死亡的那些标准都有了，但是他还是醒过来了，还是复活了。这个现在到处都有。我们的佛经上面呢很早以前就有，包括这个显宗密宗都有，都描述了这个情景。那人死了以后呢，就比如说世俗人的心目当中呢，死亡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
但是人死了以后呢，就是要经过很多很多一些复杂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以前我们简单的讲过一个中阴的这个诀窍这里面简单的提到了然后呢再进一步讲的话，就密宗的那个中阴解脱，所以我们暂时不讲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人死了以后，人的意识它要继续下去。人的意识继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人的这个精神，说精神也好，说意识也好，它永远都不会单独的它没有这个身体的支配，它没有身体的帮助的情况下，它独立不可能存在，它永远都不可能。包括中阴身的时候都有一个身体。那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人死了以后立即比如说我们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有一个身体，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就是像那样子的身体，人死了以后立即就产生一个身体，这个肉体和这两个就分开了。那个时候呢人的意识他就不需要靠这个肉体，他就依靠这个依赖这个佛教，在佛教里面这叫做意身意就是意识的意，身体的身，意身。那这个意身一诞生了以后呢，那以前的我们的，比如说现在我死了以后呢这个肉体跟这个意识分开的时候呢它是怎么样分开呢？我刚才讲的，不是意识它单独走了在我们的肉体上面立即就是分出来了一个身体，一个很透明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意识的身体，它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载体，它就漂泊在这个中阴身，然后这个意识一直到投生，一直都有这个意识，这个身体。投生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和他的意识都投到这个他要投身畜生当中也好，人当中，就是投入这个就投入在这地方。所以他把前世的很多的信息带到后面去了。就现在到处都有，包括我最近藏地也就看见了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好像以前也给你们讲过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不会说我们也不可能去说就下边一个东西来骗公众，不可能的事情。这个肯定是佛教是最客观、最实事求是的包括佛说的，如果发现不合理的话，那佛不可能有不合理的话，佛不可能有错误。但是呢这个话不符合现实的话，那就龙树菩萨呀无著菩萨呀，他们就解释这个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包括佛的这个那个话都要这样子解释所以我们就比如我们不可能就无中生有没有的东西当成有，说编一个故事然后去骗别人，这个不可能在我们以上的这些上师呢，他们更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行为我们相信他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呢现在我们不需要说这个，不需要说比如说他们会不会去骗等等等，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可以判断，自己去可以这个推测那我们这样子推测的话，什么样推测呢就我们的附近有一个这个你们基本上都知道的阿巴县，就是附近县城的附近有一次有一个人判了死刑枪毙了。那个时候呢，这附近有一个寺院的活佛和另外一个女的他们路过
这个路过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了这个人，那个就是正好是判死刑的当天，那个人就是那个绑在车上那个旁边有很多当兵的去这个枪毙的路上碰到了正好在他们到那个时候呢，他们的车子出了故障，车子停下来那个人就看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寺院的活佛，另外一个女的，他看过来笑一笑了后来呢这个女的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脑后面就有一个伤疤，无缘无故的有一个伤疤，人的手指去碰的时候就很痛很痛的一个小孩子一碰他哭起来那样子的一个伤口背后然后这个小孩2岁3岁刚刚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人的名字，那个判死刑的人，那个犯人的名字，他说他就是那个人然后他非常怕警察，那小孩子刚刚会说话的时候非常非常怕警察是有一个这样子后来这个小孩现在长大了，他脑后面现在没有伤疤，现在那个后面的就这一块的头发是白色的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他以前的那些很多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前世的身体上面的枪击的时候呢，这里有了伤口，为什么到后世上面去了呢这个全世界只有佛法才能够解释清楚这一点，没有一个学说，无论是宗教也好，哲学也好，科学更不行没有一个学说就是能够说清楚。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很多的科学呀哲学就面临这个时候他们都搁置一边不管它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人都去研究这东西的话，他知道他会失败，说不清楚，他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做一个科学研究很多人投资花了那么多钱，他还是要有一个交代他没有交代他不敢做这个实验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了但是唯一的是佛教才可以解释清楚，国外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国外的很多那些就出现了这样子情况以后呢，他们到警察局去那个查那个人的档案他这个枪毙的时候这个子弹射击到他的击到哪里等等等等，全部都有记录，他全部都去检查了以后，一个一个都被认证。后来就国外都有这样的，但我们也看到过这样子的情况它是怎么来的呢？佛教才有解释，其他任何一个全世界任何一个学说宗教都没有办法解释。那佛教怎么解释的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肉体上面的有些特殊的，也不一定是全部一些特殊的标记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人死的时候，从身体上面刚刚出现一个那个医生就是像做梦的时候的那个身体一样出来的时候呢，他原来的那个身体上的很多的信息就是在这个身体上面，就在这个医生上面，然后医生是一个载体，他把那个很多信息带到下意识这个人的身体上，这个中间就有这个连接这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无线电打电话的时候，现在我们人说话就是一个声音的声波声波它就是可以转换成这个电磁波嘛然后这个电磁波它这个波可以传到对方对方的手机里面呢，又把它变成这个声波，然后我听起来的时候呢，那个人讲的所有的这个信号全部带到这儿来了谁带过来的？这个中间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实际上是存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带过来
他把这个人的对方的人的声音的大小等等等等的所有信号，他就带到这边，我们就可以听得见。同样的，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前世和后世的这个两个人的身体中间就有一个叫做意识的身体，这意思就现在我们这个叫做肉体肉身但是那个不是血肉它就是一个意识的产物，它又是一个身体这是一种幻觉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身体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粗大的但是这个身体我们也就像密宗里面有一些修法，它可以让它变成跟这个身体差不多的那种身体，这样以后呢，它这个身体就没有病然后就是没有死亡等等等等。密宗里面不是讲一个金刚身吗？金刚身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因为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这个用我认为这很多现在的东西，现在很科学发现的东西去解释这些东西非常清楚，解释的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的光，这个眼睛看得到这些东西是一个很粗糙的东西。它这些光这些物体就是它降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呢，就不可见的光，实际上是存在不可看不到的东西很多在这个宇宙当中存在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东西，以前的人没有发现。同样的，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这样子的我们身体现在没有加工，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身体是一个很粗糙的东西有病有老等等等等，衰老生病都有，甚至死亡都有。但是这个身体呢，通过修法它也可以降到这样子的地步。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讲，我们要讲的是中阴身的这身体。那中阴身的身体呢，它就人死了以后呢，就突然间在这个身体上面就是出现一个意身现在是肉身，比如说前世是肉身，后世也是肉身两个肉身之间呢，这个灵魂的载体就是一个意身。那意身它就可以把前世的很多的这些信息可以带到后世上面，所以前世的这些人身上的那些很多东西就在后世人身上另外最近我又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拉卜林寺的附近有一个孩子他生下来的时候他肺有问题他呼吸的时候就有那个气管里面有声音他有肺有问题，气管有问题，先天的病。他会说话的时候刚刚会说，今年他才4岁，今年才4岁。那他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这个人。那个人怎么样死的呢？他就是在医院里面，就是肺炎得了肺炎，就是在医院里面死的。那个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有先天的这样子的病，前面的那个人就是以这个肺炎死在这个医院里面。那这小孩子非常清楚的记忆那个人的很多很多的生活的细节。那前面的人肺炎后面的小孩子又是一个先天的这个器官肺的病，这是到底什么关系？无因无缘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因有缘，无因无缘是最没有办法的解释了最没有办法的解释，他不想解释，实际上说不通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巧合，就是偶然的机会，没有什么。但是不是巧合，这些都有一些因缘，都有因缘，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都有因缘的。这个不是我们藏地产生，如果是仅仅是在藏地的话那就是你们藏地就全民都是信佛嘛，肯定这个是什么无中生有的，不是这样。但现在
现在我们这边不是都在学西方吗？那西方人这么做，大家都很羡慕，大家西方人就几乎都是很多人的偶像了。现在那西方人身上产生了什么问题？就是这些东西了西方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公案，这是我们的书店里面还看不到更多的。那现在开始有了，但是还不是很多。以后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嘛我们也不能说这方面的全都是假的呀不能像以前的那样子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解决了。现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知道全世界的信息，以前很简单了迷信了，不可能了，假的就解决了大家认为是迷信是假的但是现在这些问题连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头痛我最近也看到了一本书，走进真实这个人的中文的名字，这本书的中文名，全世界无时无为一流的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等等召集了以后呢就就研讨做了一个电视的系列报道那个上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现在新的这些概念比较先进的这些概念都在那个上面，基本上可以看得到，但是讲的不是很清楚那这里面很多这个科学家他们也就表示怀疑以前的那些很多的说法都说不通了。为什么呢？全世界就是人活生生的这样子的例子数据太多科学不是讲这个数据吗很讲究数据。那数据不仅是显微镜上面呢，还有下面呢，或者是不仅是一个实验室下面的数据，就是人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有数据那很多人说这些也是数据，所以我们把这些也要纳入这个研究的范围等等等等的。所以我想佛我以前也说过就是现在我们从很多的资料感觉到佛的轮回的学说也好，佛的这个宇宙观也好，世界观也好，真正是跨世纪的思想，一直走在科学的前面一点也没有落后。这个不是我们佛教徒才这样，今天我们在这个里面讲没有一个人说这是不对的但是就因为我们佛教徒嘛但是我们几个人承认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承认了？不是但是承认不承认就是主观的个人的问题了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客观的这个证据数据，这是最重要。那数据证据是什么？我刚才讲了国外国内都有这样子的很多很多的，刚才我讲的那个小孩的那样子的例子那他从前世到后世，就是那个我们总不能说一句话解决。比如说巧合巧合哪有这样子的巧合？比如说这个小孩他不但是身体上面有特殊的这样子的标记，而且他前世这个人的那些很多细节，生活的细节，一般是在其他人不可能知道的那些清清楚楚，哪有这样子的巧合呢所以这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学说当中逻辑当中，佛才能够说得清楚这个就是佛的这个生命轮回那我们第一个要相信这个生命轮回，这就是居士的最低的那个见解之一，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相信因果。那因果怎么样相信呢？佛也说了一般的凡夫人，佛告诉我们，普通的凡夫人不要去观察因果佛就这么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观察呢？佛就说这个因果呢包括有神通的人都有，就只能看见一部分
一部，比如说佛经里面讲有一些外道的这些有神通的人啊，比如说这一生当中非常善良的人，行善的人，一生都是做善事的人，那他去世的时候，这些外道那些人他也有神通，但是他的神通只是有局限性，不是像佛的神通那么广大，但是他们也有神通。他通过神通观察，就看这个人死了以后怎么样，看了以后呢，这个很多这一生当中行善的人堕了恶趣了，堕地狱堕畜生有这种情况，然后他们就认为这个因果是不存在的。如果要存在的话呢他这一生当中那么行善的，他为什么要堕这个恶趣？所以他就开始邪术了他说因果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我看到这个因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佛经专门有一个佛经里面呢，就是讲这些外道的这些错误那这些是什么？以前我们讲了因果不是今天做了明天就是成熟，或者是这一生我们把这个种子这一生播下去了，下一世就是成熟，不是这样子它中间有可能有隔很长很长很长以后才可以成熟，就是有这样子情况。所以就这个有神通的人，他都只能知道这个一个段落，他也不能完全的了解这个因果。那我们通过其他的方法的话，更有点难，只能我们可以间接的可以了解这个因果，但是直接的去了解的话，除非是有很深广的神通一般人就比较难。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轮回的因果的存在呢？办法是有那这个办法是什么呢？譬如说科学家他要去研究一个很细微的粒子，这样子的话，他首先需要什么呢？他首先就是需要一个电子显微镜之类的东西没有它，我们不靠它的话，眼睛是没有办法的。他首先要制造一个这样子的仪器，然后去观察同样的，在因明里面呢，因明识量论是一个因法身菩萨的一个很广的一个因明那里面呢，他就这方法就讲了怎么样讲的呢？我刚刚讲，比如说科学家要去研究这个微观世界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这电子显微镜之类的。同样的，我们要去观察因果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见这个因果的存在。那我们首先要靠这个佛的语言那佛可不可靠佛说了会不会有什么漏洞呢这个是一个问题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佛说了绝不可能有绝不可能有错误，就是要去证实，要去印证这一点，要证明这一点。这个怎么证明呢？这个释量论里面有量理宝藏里面也有，你们不是也在那个网络上不是在学那个因明吗前几天那个桂林的几个都来问我因明的问题我说这因明太复杂了，你们学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学得很精通，但是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因明的最关键核心是什么呢因明的核心，因明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推理的方法，推理最终要推理什么东西？最终就是要推理佛说的这个话是可靠的他就是要讲这个但是这个如果我们佛教徒佛说了算，佛说了不需要观察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就那么厚的一本书了那里面讲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明白佛说的就是正确，这个里面没有信仰的成分，就是一个完全不相信佛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当然是要有文化层次，肯定是要有一定的水平才可以根本没有信仰的人
啊，我们可以面对面啊，就讲这个，我们不讲什么信仰不信仰，幸福不幸福不讲了就讲这个在移民里面呢，就叫做这个英国的因就是一个证据，移民里面的证据或者是科学的数据，我们就讲因和数据，不讲别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办法佛说了不会有问题，佛说了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错误只是有些时候呢，就是针对某一种众生的想法，佛也会说一些这个适应他的话，但是这是度化的一种方法。这个佛自己也说了我的这个书里面呢你们不能100%都认为是准确的，有些是故意这样子讲不符合现实，故意这样子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传法的时候，这些人的文化背景历史呀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背景，所以佛就是故意这样子讲。除了这个以外，佛真正说的这些话就是到现在了现代人都认为就21世纪科学各方面很发达，已经是很文明很了不起，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是佛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现在发现错误呢？没有了。佛还是一直，佛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等等等一直都在科学的前面。科学和佛法两个比较的话，还有一定的距离，科学还在后面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这样子的话，我干任何一个场面只要有公正的地方都敢说只要有很多的学者，比如公正的比如没有什么这个偏见的这样子的，无论是科学家也好哲学家这样子的面前，我们敢说这句话，不是几个居士前面说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佛说了就不会有错误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了解这个因果的最终的方法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侧面的，当然可以去了解一些因果比如说两个人同样的去做事情，同样的有条件，同样的有环境，同样的聪明但是一个人成功，另外一个人不一定，这些原因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先天性的现在很多人说是巧合，但是不是巧合。我上次说了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不是我说了，我说了肯定不是什么重要，佛说了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事物的因有近因和远因远因就是在远远的地方，它现在就是影响这个事物的这个产生近因就是当下近因是当下。譬如说我们今天生病了这个有可能这个病的来源有可能是几万年前或者是几千年前的一种因但这个叫做原因，我们看不见那近因就是今天我们卫生方面没有对或者是就有些种种的原因有客观的因素我们就生病了那有两个因，原因是其实我们看不见的，近因是我们看见的东西但是现在人怎么解释呢就是光是看这个近因近因除了这个忽略了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解释很多东西都解释不清楚了。光是从物质的这个方面讲的话，也很多事情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了。不要说今生不要说后世，就是光是这个物质上面现在都已经就以前的很多那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牛顿的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推翻了吗后来这个科学越发达了以后，以前的都被要推翻的。这个是任何一个学说都是这样。但是佛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呢？佛已经证悟了最高的最顶峰的上面呢，他就往下看，往下解释这些东西了所以佛法它就不需要什么改革，它不会有什么革命性的东西科学等等世间的学术是有，为什么？它是往基础往上走研究从没有到有
一直都是往上走，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佛是已经好了，已经在这个顶峰，已经是任何一个智慧的顶峰，然后他就在往下看，揭示这些东西。所以佛法不出问题，就是这个原因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第二个这个相信因果呢，主要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的。但是除了佛的这个佛的语言以外，是不是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因果的存在？不是，这个还是有的，还是有。但是最主要的，佛告诉我们凡夫人，比如说一个人这个轮回那个因果存不存在呀？去观察的话，那就他最后就得不到这个结论。为什么？譬如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仪器，我们没有显微镜、电子显微镜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原子以下的，比如说质子呀、中子呀、夸克等等，到底存不存在？我要得去看一看我们的眼睛能看得出来吗？如果我过度的相信我的眼睛的话，我就不会相信科学。我眼睛看不见，哪有分子啊？哪儿在运动啊？没有啊，这个是静止的，我明明看到这个不动的，哪有这个里面哪有活动的、运动的电子啊？没有看见，所以我就否定了不存在，这是假的。以前很多的说法都是这样子，后来慢慢这个先是有了显微镜了，后来就有了电子显微镜了。等等以后，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现在很多人都相信了。同样的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这个不是仪器，就是还需要这样子的逻辑，这样子的推理的方式，才能够这个证明因为现代人的话是非常的傲慢的怎么样傲慢呢？就是过度的相信自己自己是什么呢自己所谓的自己什么眼睛鼻子，这个反正这些器官了就是器官，过度的相信这些器官在器官眼睛它传来了任何一个信息他传给我的信息，我就相信他说了算。他眼睛说是白色，我认为是白色；他说是红色，我就认为是红色问题就出在这个上面了。所以我们一直都这样子的思想把我们束缚了我们一直都认为我眼睛看得见才算，我看得见的才有，没有看不见的都是神话都是神话故事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思想没有解放思想没有解放，思想解放这个我们也要用这个词，佛法也会用这个词。思想解放，那谁没有解放？凡夫人没有解放谁要被解放呢？就是凡夫人，就是要解放怎么样解放呢？因为凡夫人就是过度的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自己的这个耳，这样以后呢，我们看不到世界的真正的面目看不到这个时空的真正的面目现在我们要就推翻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推翻什么别的东西，就是要这个我以前也讲，今天我们要推翻自己的眼耳鼻舌的这个见解，这个推翻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有才能够，也就是科学知识和常识它两个有冲突科学的这个研究把常识推翻了以后呢，它才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同样的，我们把这些常识，不但是常识，所有世俗间的这些最后是要被推翻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讲最低层的这个因果，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讲这么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相信佛的话，然后去相信这个因果的存在我们不能那么简单的解释这个也是巧合，那个也是巧合，反正自己说不清楚的都是巧合要么就是巧合，要么就是神话故事了这样子的话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东西所以这个很多都是有因缘的那任何一个事物
它都有经因和原因啊。譬如说这个手表的经因当然是这个制造这个手表工厂里面的那些人的手艺啊，仪器是经因啊，但是它最终还是我们的回归在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怎么讲啊？意识的习气爆发的时候才有这就是我们的原因啊。但是现在只能看得见它的经因原因啊，谁知道这个手表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了呢？如果一提到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认为这是唯心主义，其实不是唯心主义，我们以前讲过了但这个今天再不说了。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相信因果，但是说相信就可以相信吗？当然不是了。说不相信也不能不相信，说相信也不能相信。佛法跟这个其他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等等，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哪里呢？佛教就是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面都要有证据，要实实在在的这个证据或者是数据有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接受。如果没有接受，没有这样子的证据的话，那我们不接受。佛教就是这样子基督教这些呢，它有史以来真正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证明这个上帝的存在。但是很多人想科学就可以可以把这个上帝的可以推翻上帝的存在，但是不可能这个以前的爱因斯坦费曼等等等等，全世界的人知道的那些著名的科学家都说了，这个科学是没有办法推翻上帝的存在。但是科学不推翻，这个光是不能说科学不推翻就可以成立了吗？不是，你自己要拿一个证据来说服我们的话，我们才会相信。光是科学不推翻我就成立了吗？不是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佛教在每一个问题，特别是就比较关键的问题上面，都要有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才可以接受否则的话就不接受。所以我们这个佛法对佛法的信任呢不是迷信，而是知信。中国的一些那个老一辈的学者他们也总结过这样子，他们的也有这样子的结论这个说得非常好不是迷信，是知信，智慧产生的信心，这个意思。第一，这个是居士的最低的这个见解的标准最低的见解。那我们就很多人都比如说念佛，然后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佛的圣诞那些时候到庙里面去烧香就已经是居士了大家都觉得这样，我就是居士我们就背一个那个罗汉包然后就到庙里面去烧香就居士了带一个佛珠，然后这就是居士的标准了。我们的心目当中的居士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了居士我刚才讲了吗？第一个我要讲这个欧巴斯嘎的这个因这个意思，为什么要但背一个黄色的包包我们就接近这个就变成了这个罗汉的预备了吗？手上就有一个念珠带一个念珠就阿罗汉的预备了吗？当然不是了。我们要变成阿罗汉的预备的阿罗汉的话，从见解上面，从修行上面，从行为上面全方位的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与众不同当然不是我们什么佛了菩萨了，就是跟凡夫人有点不同，至少认识上有一些不同的话才可以说是这个接近善事那接近善事第一个最低的这个要求标准就是居士的见解最低，再没有办法低了再低了就是没有再低的话，那这个不是居士的标准，这就可以说了，已经没有什么见解了
最低的见解是这个。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没有？你们要今天不但是今天，任何一个时候听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问，给自己问给自己打一个问号我有没有我有没有深信这个因果第一个，第二个，我有没有深信轮回没有的话，那我已经没有居士的这个见解了居士的见解已经失去了，没有。那没有见解的话，见解是什么样呢？佛说见解就是像人的眼睛一样，修法跟行为就是像人的脚一样眼睛看然后就要走那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话，往哪里走呢怎么样走街头道呢？街头道在哪里我们都看不见了，就是一个盲人一样的，盲人怎么走路就这样子，没有见解的话，一切都没有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有没有这个最低的标准。我上次也说了我们就适当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试考试的时候我们不做文字的考试，就是要这个这2年学佛修行听法的过程当中获得的这个收获进步从自己自身体会到的这些感觉，我们在这样子的就在这个上面要考试。我说了那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个见解有没有那个到时候你们也可以说我们没有讲之前，你们也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了在学院也听了法，在别的地方也听了法，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这一点应该是有的但是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失去，我们就没有这个居士的见解没有见解的话，修法这些呢就更谈不上了这是最下等的这个最下等的这个界限那佛法里面呢讲的所有都是什么样子呢不像世间的这个知识，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也许用得上也许用不上学校里面就读大学，就读一个专业，然后以后改行的话，那说不定以前的都不用了，整套都不用了佛法就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学到的我们要去用如果我们不用的话，学了也没有用学了也没有用处学了就是等于没有学那样的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要讲体会讲佛法的话，就是要讲体会修行上面见解上面。我们要讲进步的话有没有进步的话，也得要靠在这个实际的体会上面实际的经验上面有没有这个经验上面要去观察这是很重要这个就是居士的最低的见解然后中等的见解是什么呢？中等的见解呢就是中观的空性中观的空性就不是证悟了，就是证悟了当然就很了不起了，但不是证悟了，但是了解能够了解能够理解，比如说中论入中论等等这些中观的书里面讲到的这些空性无我，或者是没有那么广的话，那我们去年也讲过一些莫旁仁波切的这个人无我的修法，法无我的修法，还有心经等等等等的比较简单的这些空性如果有这种见解的话那这是中等的居士的见解，中等的见解。如果有空性的见解，就可以说是中等的见解但这个中等的见解这个
中文里面的见解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话，这个从梵文的音来说来解释的话，见解啊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模糊的观念。见解就是一定要有坚定不移的、深信不疑的这样子的比如说对无常啊，对无常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啊。我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无常，绝对是无常，任何一个事物都不例外。有坚定不移这样子念头的话，这个才叫做见解啊。其他的这些概念呢，都不叫见解，这是一个概念。佛教里面的这些所有的俗语上面呢，都有严格的这个意义，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是这样子。那有没有我刚才讲，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对轮回有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对因果有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有的话那就好，我们就有了居士，至少有了最底层的这个居士的见解。然后不但是有这个，在这个上面对人无我、法无我、对空性也有坚定不移的这个认识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证悟，但是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深信不疑的这个信心的话，信心就不是信仰了，不是信仰，就是我深信不疑我认为任何一个物质都是空性的，这就没有说的了有这样子坚定不移信心，这叫做信心，这就是空性的见解。那证悟和见解什么差别呢？佛教里面就这么讲，你坐禅的时候体会到的那个呢，一般都不叫见解那个叫做证悟那个叫做智慧，用智慧两个字来表达。然后从禅定里面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工作的时候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个见解，有这个心性一定是空性没有说的一定是无常这个一般不叫智慧。这个智慧和这个见解当中呢分的话呢这叫做见解在证悟的境界、坐禅的境界当中体会的那个叫做智慧，无我的智慧，空性的智慧出来了以后呢，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这叫做见解严格要求的话是这样，严格的不是要求，严格的意义就是这样子。见解和智慧也有差别那我们需要这两个都要有我们修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等等等，修轮回的过患的时候呢，所有都建立在这个就这两个基础上了如果我们不信因果的话，那因果都不信了，就什么轮回什么因果不虚呢如果我们不信这个轮回的话，轮回它自身都站不住脚了，那什么这个下一世轮回痛苦等等等等都没有所以这个都在建立在这两个上面所以这些叫做见解，这是最底层的。然后中等的呢这个中观中观的证悟和见解也就是这样子，在我们坐禅的时候深深的体会到体会到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头疼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这个疼是什么样子我就感觉到这个不是书本上痛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神经，什么样的这个细胞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个叫做痛，不是这样。这个书本我就不需要了，我就是现在就是感受到这个痛那样子。如果我们空心可以这样子感受的话，这叫做证悟这个不叫见解，这叫做证悟。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是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
我现在虽然是没有这样子的体会，但是我刚才坐禅的时候，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空性啊。那现在我看到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信心啊，有这样子的坚定不移的信心，这叫做空性的见解，空性的见解，空性的智慧，这两个也要这样子分开。那我们要有中等的这个居士的见解的话，那就是需要这样子的这个境界。这个你们有没有啊？有没有你们自己去观察啊？有的话，那我们有中等的居士的见解啊；没有的话，那我们没有中等的就已经没有了啊。这个那下等的有没有？刚才讲了啊。那下等的也没有，中等的也没有的话，那等于我们没有眼睛了啊！就是这个从佛法从修行上来说，就是没有眼睛。我们目前是一个盲人，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盲人这样的。如果有的话虽然没有这个空性的见解这些没有，但是我们对轮回对这个因果有深信不疑的见解的话，那我们还不是失明了，还没有完全失明还是我们的眼睛至少能够看得见一点点，还是可以走路这样子虽然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能看得见一点点然后这是中等的那上等的居士的见解是什么呢？就是密宗的见解上等是密宗的见解密宗的见解我们今天不讲你们是希望听密宗的，但是我是不希望讲密宗为什么不讲呢？我刚才说，我前几天也说了前几天说了，密法里面就是这样子说，就是一定要有基础才我们可以听没有基础听了也没有用那听了也没有用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听了呢？听了就没有用了嘛，所以就不听了，不讲了密宗的以后我们讲。其实我们去年讲过这个空性的修法，你们有没有修有没有修修了有没有体会如果有体会的话，我认为这些是密宗的观点，密宗的境界，至少是密宗的境界的一部分这些空性的修法你们认为就是密宗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个就与众不同的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有可能到时候你们会失望你们说要讲密宗要讲，我真的有一天讲密宗的话，原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那你们就到时候会失望的原来就是以前讲的那些就是密宗了，其实没有什么，就改了一个名字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密宗。其实我们自己没有珍惜，没有修，如果修的话，那个证悟了就是证悟密宗了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想法到时候。所以这个密宗其实是我们也讲了，不是完全没有讲，也讲了一部分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讲。如果有密宗的这个观点的话，密宗的见解的话，那这个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见解，这是居士的最高的见解这个上中下是我分的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没有一本书里面说密宗居士的下等的这个见解，中等的上等的，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这样子说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我是根据佛的一转法论、二转法论、三转法论来讲的一转法论里面基本上讲的是这个轮回因果等等的，如果你们有这种见解的话，是低层次的见解。二转法论里面呢，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无我空性那你们有这个无我空性的境界见解的话，这就是中等的见解。那当然密宗是所有佛法里面就最高的了，那这个证悟了，当然这个上面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肯定是这个最高的那这三个是居士的三种见解那你们有没有这个你们回去一定要反省一下有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以后
到底要不要当这个居士？要当的话，那就怎么样当啊？用什么东西来当居士？这很重要啊。居士不是我刚才说的那样，不是外表来当居士，就是用内心内在的修心、智慧等等等等这样子当啊。外表上的话，我认为你们还是要就是像大家一样，还是不要脱离群众嘛。比如说你们都要上班的嘛，就单位上所有同事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除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还是不能跟他们一样。除了那个以外呢，天天背一个黄包包，那一个念珠，那样子，人家都有可能有什么想法，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子，但是内在的，就是在精神上，就有与众不同就好了。精神以前认为很多人认为精神就不值得考虑，这精神就很多人都忽略了精神实实在在的就是这个物质，精神才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等等等。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到了量子物理里面呢，精神有好大的地位哦。你们回去看看，翻一翻那量子物理嘛，看看这个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他怎么说的。我前一阵子见到了一个那个，不是前一阵，就3个月见到了一个美国的这个博士，他是学那个，他是在大学里面教这个佛教的，那他唯识宗实在是他讲不通的时候，他说唯识宗我讲不通，他们再听不懂的时候，他说我就给他们说，就是海森堡说的那个海森堡说，但是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嘛，他就是比较接近这个唯识宗，但是唯识宗不能这样子说，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给他的学生说，就是海森堡说的那样子海森堡是什么样子呢？他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顶峰的物理学家，不是一个居士，人家是全世界人知道的那样子的物理学家，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个精神越到这个微观世界的时候呢，越有这个地位。现在没有人说以前那样子精神就不是什么，精神就是大脑的产物了，现在就已经是不行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我刚才讲了，精神是最关键的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一个电脑，它要做一个问题，它做一个事情，全都在这个程序软件里面，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一个人今天要做一个事情，修行也好，做实践也好，全都是精神在推动。没有精神，就人不是死了吗？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精神上与众不同就好了，在外表上还是就跟大家一样的就可以了有些原则问题，我们当然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伦理道德的标准这些肯定是不能跟他们一样。除了这些以外呢很多的就可以适应大家的话，大家可能会开心一点。这是居士的3种观点就是这个3个见解。然后呢，第2个我们就讲居士的修法见解、修法、行为，居士的修法。那居士的修法我们从哪里说起呢？就是从居士的守戒守戒也是一种修行，当然是一种修行呢守戒是最关键。那我碰到很多的居士虽然是已经学佛他们自以为就当了居士已经是好多年了但是五戒没有守居士五戒也没有守皈依是皈依了，但是皈依戒还没有守。我认为他们皈依戒没有守，他们认为守了皈依戒了那就很多居士是这样子但不能这样子要当居士的话
要有节律，这是最关键的。节律，比如说我们在墙上画一个壁画的话，它的墙壁是最关键的，没有这个墙壁我们没有办法画画啊。同样的，节律就是所有的修行智慧的基础。那这个当然这节律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啊，有很多层次，我们不能没有任何一个节律，只要有一些这个自己能够受的，能够这个持的节律就可以了不是说你们所有都要有受这个出家戒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们都受了戒的，但是我说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讲几个人的问题了，我们就是这种公众的，就是所有居士的标准那所有居士的标准，那没有戒的话就不算真正的居士，要受戒。但是这个戒你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戒就不用怕了很多人就听受戒，哎呀，就受戒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很可怕不是这样子了。比如说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法律实际上也就是像戒律一样，就控制一些人的一些疯狂的行为嘛。但是没有人说哎呀，有这个法律不应该有有了法律以后就不自在不自由了，这个太可怕了。没有人说，大家都认为法律是需要的，没有法律的话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就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个交通规则的话，我们怎么上路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了，就是那样子。因为有了这个规则以后呢，我们可以比较顺利的上路。同样的没有人说不需要法律，那戒律也是这样子。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呢，需要戒律。第一个是守戒守戒完了以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修行修行首先修什么呢？首先就是要修四加行要四加行，这是最关键。四个加行你们知不知道波音747飞机有4个发动机每一个发动机有8万公斤的推动力知不知道总共是有32万公斤的推动力，它可以载那么多东西。如果一个发动机不行了，它就只能载32万就不行了，减少8万了。2个发动机出了问题的话，那就只有16万公斤的推动力。3个发动机不行的话，那就是像我们青藏高原那样子飞的话，一定会撞在那个山上面的。对，就你们好好想想嘛，如果这个飞机在地面上，它没有这4个发动机，什么状况？飞不起来。如果在空中的时候，它10个发动机同时没有了，什么状况就一定会堕下来。同样的，我们没有4个加行的话，没有推动力了没有推动。只要有这4个加行的话，因为有这个推动力，让我们推到什么地方，就是要推到这个解脱道上面。所以一定要修的。现在有些地方呢，有些人说不需要修这个外加行，你根基非常好，不需要修这个四加行。然后居士们都很高兴呢，回来说我根基这个立根我根本不需要修。谁说的我的上师什么上师说了，我有可能是前世已经修了吧，现在不需要不能这样子了。你看我们西藏的活佛，有所谓的活佛和有真正的活佛。所谓的活佛我们就不谈了，真正的活佛就除了几个人以外，都是连嘎嘎嘎都要学那你们可不可能呢不可能的，一定要修这个加行的。现在也不是很多，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人就是教育人的时候，就是也许有一些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为了达到某种这个目的吧说你根基非常好，居士都很好哄说你根基好，你非常好，你不需要修了，大家都高兴了我不需要修。就是有人说你一定要修这个加行，你一定要修，不能不修的话，大家都不高兴了对不对
不能这样子。所以现在很多为什么有人这样子说呢？因为你们喜欢听这个话，所以他们会这样子说了。如果你们就是不喜欢听的话，没有人给你们说你不需要修家心，大家都怕说，怕对方不高兴，我就不敢说了。如果我说你不需要修家心，你是这个立根的话，如果你不高兴的话，我肯定不敢说了。这个因为你们高兴，所以就人家就会说这个话。然后光是他说了，没有对你没有什么影响的话还好，但是你真正的也认为我不需要修家心了我就不需要，我就是已经很不错了，不需要修家心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去了一个地方闭关了6个月了然后我说你修什么呢？他说他的上师给他说不需要发菩提心菩提心的话，你在这个鱼市场那些时候就看到那些鱼那个时候你就念经给他们撒点水就可以了，这就是菩提心，不需要修菩提心，你就放松你就放松就看心然后我就给他说你6个月都已经浪费掉了实际上不能这样子说，不是浪费肯定不能这样子说，他6个月也不是做别的事情，他是修法嘛，至少他认为修法这个肯定不能说肯定不是纯粹的浪费，但是就是我为了打击这个人的说法嘛，所以就是说你就完全是浪费，你就山上6个月你就浪费了，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实际上说不是浪费的话也很难这个在6个月当中放松了，这个麦庞仁波切在这个顶觉宝顿论里面说了放松了，我们从50以来到今天我们放松了，所以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放松了，这个我想做的话也做，那个我想做的话也做什么都不规范，精神上面的行为修法也不规范那任何的修法我想说什么话就说，想做什么事就做那样子散乱了，这样子就没有什么进步，是50以来到今天放松的原因。你再放松的话有什么结果呢？这个你们看看麦庞仁波切的顶觉宝顿说的那么清楚了所以一定要修这个四加行，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然后四加行有了以后呢，出离心就有了出离心有了以后呢，我前几天我们也说了嘛我们全世界的人或者是3000大千世界的整个凡夫人都在往前走但是我们一旦有了出离心就回头了这就回头，所以这个居士的修法刚才讲到了这个外加心是非常重要，然后外加心修完了以后我们就修内加心因为以前很多人的这个加心是怎么修的呢先不修外加心就先内加心，就修5个加心。为什么要修5个加心呢因为5个加心内加心当中有很多基数，要记这个数量这个5加心很多那个密宗的法是会问你有没有修了这个5加心如果说有修5加心就可以听了，但是没有人问你有没有修外加心你人生难得无常4加心没有修就不能听了，没有人这样子说，所以我们把这个4加心不修了，就修5加心，但是这样子的修法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以后修的话也好，或者是重新补充的也好，就先修4个加心。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的这个次第也就是这样子，第一转法轮里面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这些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等等，在这个上面就加了一个无我的修法，就其他就没有了。佛也是初次转法轮的时候就讲了这些，所以我们修的时候也第一个就是要修外加心，然后外加心修完了以后就是要修这个内加心这2个是一定要修的，作为一个居士。特别就是学藏传佛教的居士的话，这2个是一定要修
但是年纪太大了的话，那我们就这些很多比较复杂的这些，比如说曼茶罗呀等等的修法比较复杂，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有些修法也可以不修啊。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念佛是最关键。居士所有的居士都要念佛啊。比如说啊，不要说居士法王都是念佛的啊。念佛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念佛是老太婆的事情啊，尤其老太太啊、老头啊、没有文化的人才可以念佛。我们这样子年轻人就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可以去念佛？我们应该修更高档的佛、更高档的法啊。有些人有这样想法，但是这个是错误的。那个念佛是一定要念啊，念佛要念，在这个上面呢啊，就修这个，在这个上面就修一方面念佛啊，这个始终都要啊，不能放弃的，要念佛。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修这个四加行和五加行。4个加行和5个加行修完了以后呢，啊，我们就可以修这个空性、密宗，这些是以后的事情啊。先修这个加行啊。那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再不讲了啊，就讲了这个居士的见解，然后居士的修法也就基本上讲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说能得一堂车子把呢，都没你别叫能办学讲一个南极往往主把这边做连着啊，这修。